大家好，今天这个影片是要介绍讯成科技 EZK 的主站方案 ECM-XFU-SK 的主站开发版，以及 ECM-XF-PCIe 的 PCIe 版卡，在电脑上面的一个范例程式介绍。那范例程式呢，有分为 C++ 跟 C# 两种版本。那我们这个影片呢，会以 C# 版本为主。这一页呢，主要是说明我们 ECM-XFU-SK 或者是 ECM-XF-PCIe 卡如何跟我们的 PC， 也就是我们电脑去做连线。如果今天是 ECM-XFU-SK 呢，是透过 USB 的方式来连接到电脑；如果是 ECM-XF-PCIe 是透过 PCIe 插槽连接到电脑。那如果是透过 USB 呢，它是不需要有额外的驱动程式，电脑就可以直接认得这个板子。如果是透过 PCIe 插槽呢，你必须安装 PCIe 的驱动程式，电脑才可以认到这个板子。那安装好以后呢，你就可以在电脑上面的装置管理员找到相关的装置。那接着呢，透过电脑上面的这个 ITE 测试程式，或者是 C# 的范例程式，或者是 C++ 的翻译程式，就可以跟我们的这个 slave 去做一些资料的交换。好，那这边的网孔呢，就是连接的 slave 的这个网路孔。接下来我们介绍 EtherCAT 的基本操作流程。那这边我们会透过 EtherCAT 的主站去控制一个 slave， 那这个 slave 是一个 IO slave，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个 IO C# 这个范例来做讲解的一个标的。好，开启这个 IO C# 这个档案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档案总管里面呢，我们有看到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档案。第一个就是 program.cs 这个，然后就是它主要的主程式所在的位置。然后第二个呢是 pdo_define.cs， 好，这边就会去定义说我们在整个资料交换的过程当中，这个 txpdo 跟 rxpdo 的资料结构。好，还有一个是 ECM-XFU 的 driver.cs， 这边主要的是定义是我们要呼叫这个.library.dir 档的时候呢，它的一些结构跟定义。好，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 program.cs 这个主程式里面的一个程式的一些结构。好，那这边有一些标签可以把它说起来。主要分了几个大区块，第一个区块是 init， 就是在做程式的初始化的部分。第二个呢，我们要去设定这个 slave 的 FIFO、PDO 的 mapping 好等等这些事情。好，放在第二个区块。然后第三个区块，我们就把状态 EtherCAT 的状态从 pre-OP 切换到 OP 状态。好，再来就是我们周期性的资料交换。那我们这个资料交换就会透过这个 FIFO 来去做资料交换。最后呢，我们就是结束之前呢，就是把 OP 从 OP 的状态退回到 init 的状态啊，并且结束整个系统。好，那这是我们整个主要的流程。好，接着我们先来看这个 init 的部分。init 的部分呢，前面去设定了一些参数，然后第一个命令呢是这个 xf set device type。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用 USB 连接的话呢，参数请带0；如果你今天是用 PCIe 卡的话呢，参数请带1。好，那我们的所有的范例呢，基本上一开始呢都是用 USB 当做范例。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使用 PCIe 的朋友呢，请这边改成1。好，剩下的都是一样的。好，那在 USB 跟 PCIe 的区别呢，只有在这一行有不一样的设定。好，接下来呢有一个 user system init， 好，这个就是在执行一些内部的初始化程序，后面带了一个参数24 mega， 好，24，然后后面有6个0，好，这代表是一个 SPI 的速度。好，那这个如果你今天是USB 的话呢，后面的这个值24 mega 是没有意义的。好，那如果你今天是 PCIe 的话呢，后面这个值呢代表是我们上面的PCIe 上面的 ECM-XF 跟我们一个bridge PCIe bridge 的之间 SPI 的传输速度是用24 mega。好，那一般我们的卡片呢，我们做过测试24 mega 是非常稳定的。好，所以说建议这边也是直接用设定24 mega 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它会有一个回传值啊，如果小于0的话呢，可能是有一些错误。好，那如果是等于0，那就是没有错，就继续往下。那接下来呢是这个 ECM init library， 好，后面带了2个参数，一个是 SPI data size， 好，一个是 C++ 的 type。那回传的值呢是我们目前晶片的版本号。好，那这个 SPI 的
size 呢，在 USB 的话，它是固定的，都是992这个值，固定992这个值，在 USB 是固定992这个值。那如果你今天使用 PCIe 的话呢，你这个值是可以做变更的。好，那你变更的范围是从32到1408，32到1408作为你 SPI data size。好，那 CRC 的 type 就是说，我们今天晶片跟这个上位控制器，有时候电脑这边呢，它是用什么样的 CRC type？好，我们预设是用 none， 就是用固定值当做是 CRC。好，那它回传一个版本号，那我们就用 console 把这版本号给列印出来。基本上如果这个版本号是0的话呢，表示你这一段是失败的，就是失败的。如果是非0值，代表是读到的是版本号，我们就印出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网口呢有没有插了一个 slave， 所以我们就会去看一下这个 link pin。好，网口灯是不是已经接上 slave 了？因为你如果没有接 slave 的话，以下的动作都没办法继续执行。好，如果没有接 slave， 以下的动作都会跟 slave 有关，所以在这边我们先做一下侦测，然后有没有接到一个slave 这个网口灯有没有亮起来？好，那如果亮的话呢，我们就会回传的是1，好1，好就是这个 link pin 回传是1。好，如果 link pin 等于0呢，代表说你网口没有接任何东西。好，所以这边你就要注意你的 slave 是不是没有上电啊，或者是你是不是这根线没有接好，这边去做确认。好，这边确认完以后呢，下一个是 ECM 的 ECAT init， 哈，这边就会从主站跟从站去做沟通了。好，从站跟主站去做沟通了。那这边会带来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DC active， 第二个参数是 cycle time。DC active 这边的有个说明说，如果你今天是给的是300，好，代表是 DC sync。好，如果是0呢，代表是 free run。好，第二个参数呢是我的这个周期时间。好，那它单位是 nanosecond。好，单位是 nanosecond， 所以1后面有6个0，代表是1 millisecond。好，1后面6个0，代表是1个 millisecond。OK， 那我们这边再稍微详细说明一下，关于重站资源的这个 DC Active Code 呢，其实你可以参考这个重站提供的 ESI 档案。在 ESI 档案里面呢，会有这个 DC 的这个标签，好，里面就是说这个重站所支援的这个 DC Active Code。那以这个例子来看呢，这个重站支援2种 DC Active Code， 第一个叫做0300，或者是0300，好，记得它这个是16进位的，好，16进位的300，好，代表是 DC Sync。好，那如果说你给它的是0，好0，16进位的0，代表就是 SM Sync。好，它就支援这2种格式。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比较通俗的说法会说，这个0300呢是代表 DC Sync， 那0呢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Free Run 模式。好，连接到 slave 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ECM ECAT slave count get 来取得目前主站侦测到的所有 slave 的数量。好，那这边也可以跟你实际上面所接的重站来去做一个验证，然后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重站都被侦测到了。那接下来呢，也可以透过 slave information get 来取得重站上面的一些资讯。那以这个范例来讲呢，这个我们是取得一个 AL status code 好，这个资讯。好，那这个 AL status code 呢，代表的是重站上面的一个错误状态。好，如果这个 status code 如果是0的话呢，得到的是0的话呢，它就会是没有错误。好，如果非0值，好，代表 server 上面有错误，好，就是要透过去检查一下这 server 上面错误是什么。好，那除了这个 AL status code 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ECM SLV 的 info 的一个资料结构。好，这结构里面其实还可以取得到所有 server 其他的一些资讯，包含 VID 分的 ID 制造商编号 ，PID Product ID 就是它的产品编号。REV 版本、好名称啊，等等等等，好，这些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透过这个指令来取得 server 上面的一些资讯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去设定一下，在我们进入 OP 以后，在做周期性资料交换的时候呢，这个所收到的这个资料或是即将传出去的这个命令呢，我们会先放在 FIFO 里面。那这个 FIFO 的大小是可以被设定的。好，那目前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set t 叉 FIFO count 跟 set r 叉 FIFO count 来去设定这个 FIFO 的大小。目前呢，我们预设都是64比。那 t 叉 FIFO 呢，指的是 slave 传到 master 这边的一个 FIFO。
R 叉 PDO 呢 ，R 叉 FIFO 是指 master 传到 slave 的这个 FIFO。好，设定完大小以后呢，我们就要 init FIFO， 就把这个 FIFO 实际空间给它建立出来。这边说明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变数之间相关的一些关系啦哈。好，那第一个我们刚刚有做一个 SPI data size 的一个设定嘛，在一开始 init 阶段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说 USB 的话就是固定是992，但是如果你是 PCIe 卡的时候呢，你可以设定为32到1408个 byte 之间。好，那你这个 PDO size 乘上 PDO count once， 好，一定要小于这个数字，你所设定的这个数字。好，那 PDO count once 代表说我每一次传输命令的时候呢，我到底是传了几个周期的命令。好，那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范例呢，我们这个都是1啦，好，就是只传送一次传送就传送一个周期的命令。好，所以 R 叉 PDO size 乘上这个 PDO count once 目前是1，一定要小于这个 SPI data size。好，以 USB 来讲它是992。好，那 T 叉 PDO 这边的状况也是一样，好，一定要小于这个 SPI data size。好，第三个呢，我们就稍微要做计算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晶片里面，所有能够放 FIFO 的资料就是16进位的4000个 byte，16进位的4000个 byte， 所以我所有的 FIFO size 就要小于这个16进位的4000 byte。好，那所有的 FIFO size 怎么算呢？就是 R 叉 PDO size 乘上 R 叉 FIFO count。好，那加上 T 叉 PDO size 乘上 T 叉 FIFO count。那目前我们这 R 叉 FIFO count 跟 T 叉 FIFO count 刚刚我们都设64比嘛。好，那 R 叉 PDO size 目前以我们刚刚这个范例来讲是2个 byte，T 叉 PDO size 也是2个 byte。好，所以目前来讲基本上都不太会去超过所有的空间。可是当你重站接的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你每个重站传输的资料量是大的时候呢，那这边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你的这个 R 叉 FIFO count 跟 T 叉 FIFO count 是不是还要用64比，还是可能要把它变得比较小一点。接下来我们要确认的是，在我们进入 OP 阶段以后呢，这个做周期性资料传输的时候，我们传送的这个封包的大小，跟我们实际上在程式里面定义的这个变数的资料结构呢，它的大小是要相同的。那一样，我们就是从 ECM FIFO R 叉 PDO size gate 来取得我们进入 OP 以后呢，我们要做周期性资料交换的这个 R 叉 PDO 的 size， 跟我们在这个程式里边有定义了一个资料结构叫做 command data。好，那它的名称，它的原型就是 R 叉 PDO。好，这个资料结构的大小要相同，一定要相同。同样的，在 T 叉 PDO 这边呢也是一样，我们要去取得这个 FIFO T 叉 PDO size。那这个 size 要跟我们 response data 好所定义的这个 T 叉 PDO 的这个 size 是要相同的。好，那这个 R 叉 PDO 跟 T 叉 PDO 呢，其实是定义在 PDO define 点 CS 里面。R 叉 PDO 跟 T 叉 PDO 目前呢，因为我们实际上只接了一个重站，这个重站是 I/O 重站，所以它会回传的是我们 I/O 重站上面的 input status， 所以我们 T 叉 PDO 只放了一个16位元，好，也是2个 byte 的一个 input。好，那 R 叉 PDO 呢，它也是16点的 output 嘛，所以我们也放了一个2个 byte， 也就是16 bit 的一个 output。好，所以这边大小就是2个 byte， 那我们也要实际上面来去确认一下说，这个在我们从主站得到的这个 R 叉 PDO size 跟 T 叉 PDO size 是不是也是2个 byte？ 好，但是因为不一定，你那边的 I/O slave 可能是4个 byte， 可能是8个 byte。好，所以如果假设有不一样的话呢，那你就是要去修改 PDO define 点 CS 里面的这个资料结构。好，确认完以后呢，我们就是接着呢就要开始准备做这个 ECM EtherCAT 的这个状态切换了。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目前的状况在哪里，所以透过 ECAT status update 把目前的状态给它重新做一次更新。接着呢，我们去针对每一站，好去取得目前每一站所处的状态。那原则上来讲呢，如果你今天是重新上电刚上电的一个 slave 装置，执行到这里应该是在 pre-OP 状态啦，好，应该在 pre-OP 状态，但也不排除说它可能会之前可能上过电啦，或者是它之前在其他的状态也有可能，所以就是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在 pre-OP 状态。好，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在下面呢，我们就慢慢把 pre-OP
的状态切换成 save OP， 再切换成 OP。再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EtherCAT 的这个状态呢，然后从 Pre-OP 慢慢要把它切换到 OP。好，那 Pre-OP 呢要先切换到 Save OP， 好，再从 Save OP 切换到 OP， 所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好，这边第一步呢就是透过 ECAT set， 好，在第一个参数0xFF， 好，代表说是针对所有的重站，然后针对所有的重站，我都希望从目前的 Pre-OP 状态切到 Save OP。好 ，Save OP。好，那切换状态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它并不是马上就会切过去的，而且呢，这个需要的时间每一个重站都会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们这边就稍微等待1秒，好 ，sleep 1秒钟的时间，好 ，sleep 1000，好，因为它的单位是 millisecond， 好，所以代表是1秒钟的时间。之后呢，我们再透过 ECAT status_gate 取得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哪里了，好，0xFF 也是代表是所有的重站。好，那这边应该列印出来应该是要在 save OP 啦，哈，那这个 save 的代码是04嘛，哈，刚刚我们有看到。好，那都到 save OP 以后呢，我们接着呢就可以让所有重站再进到 OP 这个状态 ，OP 这状态。好，一样进入 OP 呢，其实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好，所以你可能不知道多久，那我们这边提供另外一种写法，哈，你可以透过一个 for 回圈。好，然后每一次呢就 sleep 1秒，然后用 status_gate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进到 OP 了。好，如果是的话，好等于8嘛。好，是的话它进入到 OP 了，就 break。好，不是的话呢就继续等待。好，那你不一定要这种写法了哈，你也可以参考上面的写法。好，其实都可以。好，这边只是提供不一样的写法给各位做参考。好，那到这边为止呢，应该所有师傅都要在 OP 的状态了。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就是要再去检查一下你的师傅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们刚刚的mapping 是错的，或者是说它其实不支援我们刚刚你设定的 DC Active Code， 或者它的 Cycle Time 是不支援的。好，如果说没有办法进入 OP 的话，请回去检查你的程式跟那个 Slave 上面的设定是不是支援你刚才所写的这些设定。接着这边呢，这个 EtherCAT 的状态已经进入到 OP 阶段了。在 OP 阶段呢，主站跟重站每一个周期呢就会传送一次封包，做一次资料的交换。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在每个周期来临之前呢，我们先决定好我们要这个周期要传送给 Slave 的命令是什么。那每个周期也会从 Slave 那边得到一次 Slave 那边的状态。好，那这些不管是传送或者是接收，都会先暂存在我们的 T_FIFO 或者 R_FIFO 里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程式。好，这边程式第一个，我们先确认一下它是在 OP 阶段。好，是的话我们才往下做，不是的话可能就直接跳离了哈。好，假设是的话呢，我们这边就会透过一个 for 回圈。好 ，for 回圈我们这边做了大概是后面有6个0，好，就是100万次了哈。那代表是100万个周期。好，100万个周期。那如果说一个周期是1 millisecond 的话呢，其实算一算大概就是100秒之类的啦。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说，我们每100个周期呢，我们就把 output， 因为我是 I/O 装置嘛，把 output 加，好，那个我的输出的状态就会改变。好，那把 command data 做完改变以后呢，这个我们透过这个 to_byte 把它变成是封包的形式，好，把它变成封包的形式。接着呢，我们这边有2个，一个是 U854 count， 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在我们晶片上面的这个 R_FIFO 的个数，它的数量是多少？好，那我们有提到说，假设这边已经快满了，好，已经快满了，那我就不应该继续送，因为如果假设R_FIFO 已经满了，我还送命令给他，那很可能情况下就是把我的命令被丢弃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晶片上面的 R_FIFO 的空间到底有几个？好，跟我们之前设定它的大小比起来，如果小于3，至少有3个以上的空间的话呢，我才去做传输。好，才去做传输。好，传输就是透过 ECAT PDO FIFO Data Exchange ADV 好这个 API 去进行传输。那传输是这个 FIFO read write RW read write， 就是我既读也写。好，我把我的命令写到这个 R_FIFO 里面去，同时呢，也从 T_FIFO 读了一笔回应回来。
好，那写的命令就会放在这个 r_pdo 里面，那读回来的东西就会放到 t_pdo 里面。好，那它这边的 size 就是 r_pdo 的 size。好，那我们同时也会把目前在芯片上面的 FIFO 的个数跟 CRC error count 跟 working counter 的 error count 取回来。那还有一个是，我们也会去判断这个 10F 是不是还活着。所以这边就会取得到一些资讯，包含是 r_pdo 目前在 FIFO 已经有几笔命令在那边了，还有 CRC error count。对，这个 CRC error count 呢，代表是我今天晶片跟我上位控制器之间的传输过程当中的 CRC 错误的次数。那这个错误次数基本上不要增加就好了。那 working counter error 也是一样，这 working counter error 是指说我今天主站传到 10F 这一端，10F 是不是有正确的读写？假设 10F 没有正确的读写的话，这个 working counter error 就会往上加。好，那一样只要不要有增加就是好事。好，那也就是说，当你在这个 OP 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其中有一站 10F 也许它没有正确的读写，也许它网线被拔掉了，也许它电被关掉了，它就没有办法正确读写嘛。它这个 working counter error 就会从这里就会知道说，我们的 10F 可能有一些状况了。那这个是以 10F alive， 就是说像刚才也许 10F 有一些情况它离线了，好，我们就会通过这个function，好，这个会知道。好 ，OK。好，通过这样传完以后呢，我们有 from byte， 这指说我们得到的这个 t_pdo 的资料，我们把它转换成我们已经之前事先建立好的这个资料结构 response data。好，所以转完以后呢，我就可以透过 response data 里面去取得某一个实际上的变数。好，那这边呢就是把这个 input 的状态，如果跟上一次的 input 的状态不一样的话呢，我就把它列印出来。好，那当然这个做 PDO 的资料交换呢，有可能会成功，也有可能会失败。好，那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刚刚除了提到，也许 FIFO 满的，所以我写不进去了。好，那这时候呢，写就会失败。那读失败是什么情况？就是当我 那个回来资料是 FIFO 是空的，那我可能会读失败，因为 FIFO 里面就是没有东西，那我还去读它，大概就会读失败。所以4、5、6、7。分别代表它读写的成功或失败的状态。好，那如果是小于4，基本上就代表说我做这个 PDO FIFO data exchange 这件事情呢，它本身是有问题的。好，所以我这边会特别去判断一下是不是有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 I++，好，就是会做下一个轮回。好，那这边是指正常我的 FIFO 的空间还有剩。至少有3个以上，我就会做 PDO FIFO 的资料交换，读写的资料交换。那如果我发现那个 FIFO 的空间已经不太够了，所以我就不应该去写资料嘛。那我不写资料，那其实我也可以读啊，我就可以只做 FIFO 的 read， 是做读资料。读资料就是把那个 t_pdo FIFO 里面的一笔资料读回来。好，那其实后面带传输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啦。好，那同时间呢，它也会再去更新一次我的这个 r_FIFO count、CRC error count、working counter 的 error count， 以及 is_safe alive， 好，这几个变数都会一样会去做更新。好，那这边因为在这个 else 的这个程式区块里面呢，我们已经确定是说我的 FIFO 里面还有蛮多笔资料没有送出去的，所以我可以再做一些额外的一些console 列印的事情啊，或者是你甚至做一些 sleep 延迟，或者说其他一些比较可能会耗时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好，那当然做完1000次以后呢，我就列印出来，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的file count 是多少，CRC error count 是多少，return value 是多少。好，这个就是我目前呢这个范例在 OP 阶段呢所会做的周期性的事情。最后，当你要结束这个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 OP 状态切回成 safe OP， 再切回 pool OP， 最后切成 init。好，大家都是用 ecat status set 来去做。好，那依据 EZK 的规定呢，其实你从 OP 也可以直接退回到 init。好，就是看你要一步一步往后面退，或者是你可以一次推到 init， 一次推到 pre-OP， 这些都是被允许的。好，最后我们是 close library 跟 user system close。好，这样子呢就会把我们整个专案做一个结束。
接下来我们会使用 drive homing pp C# 这个范例来说明如何配置驱动器。开启这个 drive homing pp C# 这个范例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ain function 里面的 init 这个标签里面，这个 init 呢是初始化的一个流程。那不管在任何的范例，这个初始化流程几乎都是相同的。好，那这边唯一的不同呢，就是我们在 EK 的 init 这边，我们第一个参数给的它是16进位的300，好，这代表是 DC sync， 因为我们希望等一下我们的 driver 可以有一个同步的一个效果。好，那再来呢，我们有连线到 10F 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一样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 10F 有连线到几个 10F， 以及可以针对每一个 10F 去得到它上面的一些资讯。接下来呢，因为它这个是 COE 的驱动器装置，我们就要去设定一下，当它进 OP 以后呢，它到底交换了什么样的资料回来。所以我们这边会透过 set PDO information 好这个 API 来去设定它的 RxPDO 跟 TxPDO。那 RxPDO 跟 TxPDO 呢，我们在之前已经先做好了定义了。好，在这个 main function 的最上方有一个 PDO mapping。好，这边呢 RxPDO 跟 TxPDO 呢都是一个 PDO config header 的一个资料结构。好，那这两个资料结构长得一模一样。好，差别在于是 RxPDO 的 SM index 呢是1412，好 TxPDO 的 SM index 呢是1413。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xPDO 里面包含了一个 opPDO， 那这个 PDO 呢是1600。好，那这1600呢里面包含了两个 object， 好，分别是6040跟607A 这两个 object。好，那6040我们要把它写得更详细一点。6040它的 subnet 是0，bit size 是16。607A 呢 subnet 是0，bit size 是32。好，那 TxPDO 下面完全是一样的结构。好，我们在1413是 TxPDO 里面包含了一个PDO 的count。好，那这个 PDO 是 EA00。好，EA00里面呢包含了两个 object， 分别是6041 subnet 是0，bit size 16，以及6064 subnet 0跟 bit size 32。好，那这个6040、607A、6041、6064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呢？这边就可以去参考使用者的重站的手册。好，重站手册那边就会有详细的说明。由于这边去设定的是重站那边在进入 OP 以后所要交换的资料，那每一个重站呢能够交换的资料可能不一定一样，所以这边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去参考一下重站所提供的这个 ESI 档案，一个 XML 的资料结构。好，里面呢你就可以找到它有 RxPDO 跟 TxPDO 两个描述。好，那如果这边有 fix 等于0，好，或 fix 等于 false。好，代表说它这个 RxPDO 的这个资料结构呢是不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任意的去新增或者是减少。那有些 ESI 档案会表述说这边 fix 等于1或 fix 等于 true， 这时候代表它的 RxPDO 里面的资料结构是不能够被变更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程式，你的主站这边的程式呢就必须要跟重站是写的是一模一样。OK， 好，那以这个ESI 来说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ESI， 好，不是固定的这个 PDO。好，那第一个是6040，好，16 bit， 好，subnet 0，好，这个就是在我们刚刚程式上面看到的。好，第二个是607A，subnet 是0，好 ，bit length 是32，好，这也是我们刚才写了。好，那这边的话表示说，如果你今天写了1600以外，你的那个 PDO count 我们就不能够有其他的，包含1601，不能有1602，也不能有1603。所以1600跟1601、0203，好，它是互斥的，好，不可以同时存在。好，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ESI 档案，可以去描述重站那边怎么会去配置这个 RxPDO 跟 TxPDO。好，这边可以作为参考。好，回到范例这边看呢，我们最后是透过这个 set PDO info 来去设定我们的 RxPDO 跟 TxPDO。那这个 set PDO info 呢，其实是在范例的最下面。好，也就是我们有把它实作出来。那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透过我们这个 SDO write 来去写入到 CF 里面。好，它传入的是一个 PDO config header 的这个资料结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结构。这资料结构里面其实已经定义了，比方说它最多就是3个这个
mapping 的 index， 好，3个 object count， 24个 object。好，所以如果今天这个资料结构不符合你们的需求，也就是说你可能比这个资料结构还要定更多的 object， 好，那你可以去修改这边的资料结构大小，以符合你们本身的需求，或者呢，干脆直接使用这个 EK 的 SDO write 来去写入适当的值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边再回到我们的程式的部分，好，透过 SDO 去写入了 RxPDO 跟 TxPDO， 好，写到 Step 那边去。写入完以后呢，我们要透过 EK 的 reconfig 来去重新让 Step 去重新整理一下我们这个 RxPDO 跟 TxPDO。接着我们 set Tx FIFO count 跟 Rx FIFO count， 然后 set 完以后 init FIFO， 让 FIFO 去建立出来。好，建立完 FIFO 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FIFO RxPDO size get 跟 FIFO TxPDO size get 来取得我们 RxPDO size 的大小跟 TxPDO size 的大小。好，这边就是从 Step 那边去取得实际上我们设置过后的大小。好，理论上呢，这个大小应该都是6。好，为什么都是6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 RxPDO 跟 TxPDO 所设置的内容。好，我们这个 RxPDO 呢设置的一个6040是2个 byte 的，好，607A 是4个 byte， 所以加起来应该要是到6个 byte。好，那在 TxPDO 也是一样，我们设置了6041是2个 byte，6064是4个 byte， 所以加起来是6个 byte。所以理论值呢，这边应该都会得到6。那这边会得到6，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在我们收到资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command data 跟 response data 的资料结构，是在我们程式这一端用来解析 RxPDO 跟 TxPDO 的这2个部分。好，那这个 command data 跟 response data 呢，好，我们是定义在 PDO define.cs 里面。好，那它就是 RxPDO 跟 TxPDO 是一个资料结构。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资料结构 RxPDO 是不是就是一个16进位的16位元的Control Word 跟这个32位元的 Target Position。好，在 TxPDO 里面呢一样，我们是16位元的 Status Word 跟32位元的 Current Position。好，所以这边定义的资料结构呢，要跟你刚刚所给 Slave 去设定它的 PDO 的资料结构要一模一样。好，也就是说至少大小要一样。好，后面的文字可以自己随便定义，定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文字就可以了。但是前面的大小和排列的方式顺序，好，这边是必须要一样的。好，那这边呢就会列印出来，它这边有6个 byte， 那我们的 size 也是6个 byte，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这边是做检查的。好，那上面 RxPDO 跟 TxPDO 都确认没有问题以后呢，至少我们设定 PDO 的这个步骤，好，到这边就算完成了。接着呢，我们来说明这个Driver 402 SM 这个部分。好，这个部分其实是选择性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希望通过 ECM-XF 这个晶片呢，来去帮你控制 SLF 的 Server on、Server off 这些状态呢，那你就要去设定这个东西。好，如果你今天不希望 XF 去帮你控制 Server on、Server off 的话呢，这2行就不用去设定。好，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在控制 Server on、Server off 的时候呢，其实是透过刚刚我们设定的 Control Word 来去让 Server on、Server off 的。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让晶片去帮你控制呢，那你就要告诉我晶片说，哎，你这个 Slave 的 Server on 这个 Control Word、State Word 是在第几个 byte？ 好，它的偏移量是多少？那因为有可能一个 Slave 可以控制两个以上的驱动器马达。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会分第一个参数呢叫做 Table Index， 是马达的编号，好，从0开始。第二个参数是 Slave Index， 好，是 Slave 的编号，还是从0开始。好，如果你今天一个 Slave 就是控制1颗马达，好，那这2个数字会是一样。好，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Slave 控制2颗马达，好，那这个 Table Index 会是 Slave Index 的2倍。好，接着呢，第3个参数就是 Control Word Offset。第4个参数 State Word Offset。好，如果你今天设定的这些 Control Word Offset 跟 State Word Offset， 晶片就有办法帮你去控制 Control Word， 让这个 Slave 进到Server on 的状态。
好，那要怎么控制呢？就透过下面这个叫做 status set。好，那你要控制的是哪一个 table index？请注意这边是 table index，代表是马达的编号。好，你要控制的是哪一个马达？好，以及你要控制的是哪一个希望这个马达在什么样的状态？那通常这个 switch on disabled 的呢是代表 server off 的状态。那其实除了这个状态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状态。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IS402它的定义。好，它可能有什么 not ready switch on 啊 ，quick stop active 啊 ，fault 啊，或者是什么 switch on 啊，好这些状态。那通常呢，我们大概最常用的就两个啦，一个叫 switch on disable， 代表 server off。好，另外一个就是 operation enabled， 代表 server on 状态。好，那我们下面有2张投影片，我们再来说明一下这两个程式的部分。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ECN Drive 40SN ADV 的 config 呢，它有4个参数。好，第一个就是 table index， 代表马达的号数。好，所以第一个是0，好，从0开始。那第二个参数呢 ，step index 是从站的站号。好，那从0开始，好，就是这种顺序定值。好，第三个是 control word offset 状态值6040，位于该轴内的这个 RXP 的偏移量。好，以刚刚我们来看，那我们的6040放在这一个 step 的一开始的位置，所以偏移量会是0。好，那以及 status 我放在 TXPDO 的偏移量。好，刚刚我们6041也是放在第一个位置。好，所以偏移量也是0。好，所以这边就是下面一个范例了哈。如果假设今天一个 slave 和一个重站可以控制两轴的马达，2颗马达，好，那我总共有2个这种 slave。好，所以 slave 的 RXPDO 的依序是6040跟607A， 好，6840、687A， 所以它总共有4个 object。TXPDO 一样有4个，6041、6064、6041、6841跟6864。好，那这4个马达就要分别去做设定。好，第一个 slave 的第一颗马达 table index 是0，step index 也是0，control word offset 是0，status offset 是0。好，为什么？因为第一颗马达的 control word 是在这个 slave RXPDO 的第一个嘛，好，所以它没有偏移量。status word 呢是在这个马达的第一个，好，所以它也没有偏移量，都是0。那第一个 slave 的第2颗马达呢？ Table index 是1，好，因为它是第2颗马达了。那 step index 还是0，因为它是第一个 step。好，那 control word offset 就6了。为什么？因为它前面有6040跟607A，那这一轴的 control word 是6840，好，所以它的control word offset 是6。status word 的 offset 也是6，为什么？因为它前面有6041跟6064，那这一轴的 status word 是6841这个。好，所以它的 offset 是6。好，那接着呢，第2个 slave 的第一颗马达呢 ，table index 是2，好，因为它已经是这个网络上面的第2的这个 table index 了。好，前面有01了嘛，所以它已经是2了。step index 是1，好，因为它是第2个 slave 了，因为前面有一个已经还有其他的 slave 了。control word offset 还是0，好 ，status word offset 0，因为它是这个重站它的 RXPDO 的偏移量，好，是0。好，第2个 slave 的第2颗马达呢 ，table index 变3了。好 ，step index 还是1。好 ，control offset 是6。好，因为它跟我们第1颗、第2颗马达是一样的。好 ，step word offset 是6，好，所以就以此类推。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02的 state machine 有什么样的状态，以及它各个状态应该要怎么用。好，这张投影片是由安川电梯它的手册上面给截录下来的。那其实你们应该要参考你们自己实际上面你们买的驱动器马达的参考手册。好，那它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说明。好，那他就跟你讲说，我们刚刚的 switch on disable 是在这个状态。好，应该就是 server off state。好，那它的 control power 是 on。好，但是马达是没有电的。好，那 B 有个 switch on。好，这个呢其实也是所谓的 server state。好，那只是 main current power is on， 那 power 也还没供应到马达。好，前面是 control power， 这边是 main current power。最后一个 operation enabled 的，好，这个就是 server on state。好，就是电已经供应到马达了。好，所以它
实际上你必须一步一步这样的来操作。好，那这些箭头呢，就是它的动作。好，这些箭头我们是可以透过 Ctrl Word 来去下给重站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透过刚刚的这个 Drive 402的 Fusion Config 来去设定这些 Ctrl Word 跟 Select Word 的 Offset 的话，你其实也可以自己透过 Ctrl Word 跟 Select Word 的方式来去控制这个 Server On 跟 Server Off 的状态。好，但是你就必须要对于你的重站驱动器的这个状态的牵引，你要很了解，在什么样的状态要下什么样的动作。啊，在 XF 晶片里面已经帮你设计好了一套这个 State Machine。好，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到达的状态是什么，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切到这个状态了。好 ，OK， 好，那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到这边呢，基本上设定都已经完成了哈，我们就开始要慢慢来切状态，从 Pre-OP 切到 OP 这个状态了。好，所以这边一样，我们用 State Update， 然后去 get 目前的状态。好，这个也是不做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已经很确定你的 CF 都是处于 Pre-OP 状态的话，好，其实这边不做也没关系。这边确认一下是不是都在 Pre-OP 的状态。好，如果是的话呢，好，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切状态的工作了。好，那一样从 Pre-OP 切到 OP， 好，那必须依序来去做切换。先从 Pre-OP 切到 Save OP， 好，零叉 FF 代表所有的 State。好，那我们就用这个 EK 的 State Set 来去切到 Save OP， 用 EK State Get 来去确认是不是所有的重站都在 Save OP 了。好，那如果都在 Save OP 的话呢，我们下一步就可以把它切到OP Operation 的这个状态。好，一样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State Set 来去切到 Operation， 然后又透过 State Get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所有的重站都进入 OP。好，那这边如果没有办法切到 OP 的话呢，可能就是刚刚的配置设置有问题或有错。好，因为重站大部分都是在切换状态的这个时候来去做刚刚设定的检查。好，可能错的原因就包含你的 PDO 配置是不是有按照重站的要求。好，每个重站可能都会不一样，有些重站可以被配置，有些重站不能够被配置。那有些重站呢，它有些 object 可以配置在 RxPDO， 但是它不能配置在 TxPDO。好，那这些都是每个重站都会有不同的限制。那如果没有办法切到 OP， 请先确认一下配置是不是正确。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的cycle time 跟刚刚的那个 DC Sync 的值是不是正确？因为有些重站可能不支援这种 cycle time。好，那有些可能不支援 DC Sync。好，通常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确认的话呢，你可以不要配置，直接进到 OP， 看能不能进到 OP。好，先不配置，如果可以的话，那表示说配置上面有一些问题。好，那就再看一下这个配置是哪个地方错了。好，那这边的话，每个重站的限制不同，所以就是要参考一下你们重站的手册。好，那我们程式做到这边，它应该要可以进入到 OP。进入到 OP 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开始做后面的操作。进入 OP 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设定的是这个操作模式，也就是6060这个 object。好，那每个 staff 每个驱动器所支援的这个操作模式呢，可能会不一定相同，所以也要参考一下你们的这个驱动器的手册上面关于6060的这个操作模式，它到底支援哪几种模式。那以6来讲呢，它就是一个 homing mode。好，我们现在进行 homing mode， 所以我们要把6060这个值呢，透过 SDO write 的方式写成6，好，然后把它读出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6。那这边顺便提一下，那在进入 OP 以后，那我们对 Staff 这边的资料交换有2种模式，一个叫做 SDO， 一个就透过 PDO。好，那 PDO 就是所谓的周期性的资料交换。好，就是你刚刚写在 RxPDO 或 TxPDO 里面的，好，这是做周期性的资料交换。所以，如果你把这个6060这 object 呢放在 PDO 里面的话呢，你这时候 SDO 做非周期性资料交换呢，就会没有用了。好，因为周期性的一定比非周期性还要快。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把这个6060放在 PDO 里面的话呢，请你直接透过 PDO 交换的方式去写这个值。好，那因为我们刚刚在 PDO 里面没有6060这个 object，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透过 SDO 的方式去写入这个值是6，好，然后我们再把它读回来看一下这个写入值是不是6。
好，另外呢，通常你也可以去读6061啦。好，6061是师傅真的已经去反映过后的值。这一页是从安川电机的使用者手册里面截取出来的画面。它在说明6060这个 object 呢，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是 modes of operation。好 ，data type 是 SINT， 也是一个 byte。它是可以读、可以写、可以放在 PDO 里面。好，那预设是0。好，那它值可以从0到10。那我们刚刚使用的 homing mode 呢，它的值就是6。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还会使用这个 provider position mode。好，那值会是1。好，那其他的模式呢，我们在其他的范例也会使用到。设定完这个6060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 serve on 了。那 serve on，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设定了 drive 402的这个 config， 所以我们的晶片呢已经知道我们的 control word 跟 off 那个 status word offset 了。所以我们这边一样就是透过 drive 402 SN 好来去设定它的状态。我们希望状态切换到 operation enable 的，就是 serve on 的状态。好，这样就会serve on了。好，那第一个参数呢是第几个马达啦？哈，第几个马达？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接了1轴，好，所以就直接写0，好，就会把这个马达给serve on起来了。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希望可以在回 home 之前呢，我们先确认一下现在位置在哪里。好，这边我们的现在位置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 PDO 的里面的一个 object。好，所以我们这边呢，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怎样透过 PDO 的资料交换，得到目前从站的现在位置。好，那交换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命令嘛，我们 command data 命令，就是它给的，我们就先给它0。好，这个给多少是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现在是 homing mode，所以这边给它一个0。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开始做 PDO 的资料交换了。好，我们是用读写 read write， 好，读写。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把我们的 R_PDO 跟 T_PDO 把它资料放在这边，然后 size R_PDO size 放在这边，然后到后面就是会从我们的晶片里面得到一些资料，包含目前在晶片里面的 FIFO 里面的命令数 ，CRC error 的技术数 ，working conquer error 的技术数，以及 CF 是不是还在继续进行资料交换。好，得到这些资料以后呢，我们 from byte 就可以把我们从在那边得到的资料呢，把它转换成我们的 response data。好，就是刚好我们已经建立好的那个资料结构里面。好，我们就直接从 response data 里面呢，把 current position 这个数字拿出来，把它列印出来。好，就是我们目前现在的位置。接着，因为我们要接下来做回 home 的动作，所以我们有些参数要去做设定。好，一样我们透过 SDO write 来去做设定，同时透过 SDO read 看一下这个刚刚的设定有没有被接受。好，第一个要设定的是 homing method， 好，就是回 home 的方式。然后，那回 home 方式当然也是看驱动器这边有一些资源哪几种回 home 方式。常见的呢是你 homing， 你可以回 home 到比如说 index pers 到 homing sensor 到正极限 limit switch 的地方。好，所以它会有不同的模式，那就看你这次的回 home 你要选用什么样的模式。好，通过 SDO 的方式去把这个模式去做设定。好，那接着呢还有一个 homing offset， 也就是说今天回到了这个实际机械上面的原点以后，我们的现在位置是要多少？好，因为正常来讲回到机械上面的原点以后呢，我的现在位置就会是0。好，但是你可以这边会设一个 homing offset， 就是说我今天回到了机械上的原点，但是呢那一点的现在位置叫做3000。好，这时候你的后面 offset 可能就设为-3000。好，一般设为0就可以了。好，就是这边的话就看你们的实际上面的操作情况来去做设定。好，这边设定完 SDO 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回 home 了。开始回 home 呢，其实就是 Ctrl word 下 F 代表是 serve on 的状态啦，的话就是开始回 home， 一样 to byte 把这个 command data 呢，把它换成是T_PDO 的格式。好，那我们先把 FIFO 里面的资料清空 ，clear FIFO， 好，把 FIFO 里面的资料清空，接着就开始做资料交换了。好，那开始回 home 以后呢，我就可以把 Ctrl word 变成是0F 了。好，因为真正开始这个动作呢，是这个 Ctrl word 的 bit 4由0变1的这个过程。好，一样 0F 以后开始去做资料交换。好，那交换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就要透过 status word 来去看一下目前
10F 这边到底回honk完成了没？好，怎么去判断？就是我们看 status wall， 好看 end 的一个1400，就是我们只看 bit 10跟 bit 12啦。好，只看 bit 10跟 bit 12。好，如果 bit 10跟 bit 12都是1的话呢，代表回honk就完成了。好，代表回honk完成。如果还没有完成，好，就是一直在这回圈里面一直去得到目前最新的 status wall， 好，直到它完成为止。完成后面以后呢，我们接着要透过 Ceph 提供的这个 Profile Position 来让驱动器走到指定的位置。好，那首先呢，我们一样要切这个 Operation Mode， 好，就是透过6060 Subnet Setting 来去设定这个 Operation Mode 为1，好，1代表就是 Profile Position 的这个模式。好，那一样在开始经营模式之前呢，我们要进行一些设定。好，包含我们先把 607D Subnet 1，好，它是代表是position delimiter， 是小的，好，minima， 好，是我们把它设定为负的1后面9个0，好。那这个 position delimiter max 呢，就是 607D subnet 2，我们一样是为1后面有9个0，好。接着呢，我们设定的是 profile velocity， 好，就是6081 subnet 0，好，我们设定值是1万，好，1万。那再来是6083 subnet 0，设定值是1000，这代表是 profile 的加速度。好，6084 subnet 0代表 profile 的减速度。好，我们一样设定为1000。好，这些值设定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那个 profile position 的操作了。好，那开始进行 profile position 的这个开始呢，一样 Ctrl 我给它 EF。好，其实也就是 bit 4从0变成1的这个过程。好，target 1，我希望它的 target position 走到5万这个地方。好，注意这边的5万呢，一定是要在刚刚你设的这个 limit 的中间，好，最小和最大的中间。好，我们就希望它走到5万这个地方。好，那就是透过 PDO-FIFO Data Exchange 把这个命令给它写到 server 那边去。好，写完以后呢，我们的 Control 就可以变成0F 了。好，因为开始是0变1的过程嘛，好，所以这边就已经是开始了。好，那接下来呢，一样我们就透过一个do while回圈，一直去取得所谓的 status wall， 看 10F 的状态呢，什么时候可以到达位置。那看 status wall 的 bit 10，好，也就是0.0400，好，只看 bit 10。如果 bit 10等于1的话呢，代表我的 target reached， 好，代表我到达位置了。那这边的流程呢，其实跟刚刚的后面的流程其实很类似。最后，如果我们要结束的话呢，我们先将马达 servo off， 好，就是一样透过这个 drive 402 SM， 把第一颗马达的 state 呢设成 ready to switch on， 好，那这样它就 servo off 了。好，一样第一个参数它是第几个轴，好，第几颗马达的意思。好，那我们这边只接一颗，所以我们就是给它0。好，那最后呢，要整个结束以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状态呢从 OP 切到 init， 好，一样从 OP 先切到 Ceph OP， 再切到 Pre OP， 最后切到 init。好，那你也可以直接切到 Pre OP 或直接切到 init， 好，这都是被允许的。最后 ECN close library 以及 user session close， 好，这样就是结束我们这个范例的操作了。接下来呢，我们想要透过这个 Drive CSP 的这个范例呢，来说明一下驱动器在周期控制这边操作。那 CSP 模式呢，就是我们在每个周期时间呢，必须给它一个位置点，那驱动器就会在这个周期到达我们这个位置点。好，开启这个 Drive CSP 这个范例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PDO mapping init get Ceph information and set FIFO and PDO mappings， 以及 control state from pre-OP to OP。好，这边里面的内容呢，会跟我们刚刚所说明的这个 driver 的后面 PP 模式那边是一模一样的哈，这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这边就不特别再去说明。好，只有在这个进到 OP 以后，一样我们这个 SDO 给它这个6060这个操作模式，我们给它是8。好，8代表是 CSP 模式。好，那因为是 CSP 模式，代表那个驱动器重站呢，每一个周期时间呢都会去追到我们的 target position。好，
那所以我们在设方案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一下我们目前驱动 extend controller 的现在位置是多少，而且呢，我们要给它的 target position 命令呢，要等于我们现在的位置，这样子马达呢才不会有一个爆冲，才不会飞奔。好，所以我们这边第一个我们要先读现在位置，好，读现在位置，好，这边就会得到一个我们的现在位置。好，那我们得到了现在位置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现在位置呢，给它变成是我们的命令位置。好，所以等于说我们的命令位置等于现在位置，那马达在设方以后呢就不会动了。好，就是因为它已经到达位置了嘛。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跟之前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好，但是就是多一行程式而已。好，那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做设方了。好，就设方。好，我们就把这个第0这个驱动器马达呢，把它切到 Operation Enabled 好这个状态，这样就设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在这个 Cyclic 的 PDO change， 而且我们要透过 FIFO 来去做这个资料交换。在这个模式里面呢，我们必须自行规划每一个周期之间的位置点，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规划我们自己所谓的加减数的模式。好，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 for 回圈，好，就在规划加减数。好，当 i 小于100的时候呢，这个速度是慢慢的；当我快要接近我的目标值的时候呢，我的速度也是会慢慢减慢。好，再来我们就透过我们这个 PDO data exchange 得到了这个 FIFO count， 也就是目前我们要透过这个东西呢，知道我们的在晶片上面已经存在的命令数有多少。好，那这个命令数呢，就是一定要小于我们所有的空间总数嘛。好，那边减3只是为了预留一些空间值，好，不要让它塞爆了。所以我们就是留了至少有3个空间。好，那的时候呢，我们才进行一次资料交换。好，那一样就是透过这个 data FIFO exchange去做资料交换。好，那如果交换回来这边有一个回传值，好，如果小于等于4的话，表示读写失败了，读写失败了，所以我们就是列印一下啊，就会出现一个读写失败。好，那读写失败原因可能很多啦，包含说读失败就是说我今天 FIFO 里面已经没有东西让你读了，但是你还是去读，就可能会读失败。好，写失败的话，比方说我已经没有空间让你去写了，FIFO 没有空间让你写了，你还去写，就写失败。好，所以如果你进行读写，那我们最希望看到就是读写成功了，就是7。反正只要小于等于4呢，就是失败。好，那我们就把它列印出来。好，如果读写是成功的，好，我们就要准备下一次的命令值了。好，那下一次命令值呢，我们就把 target 加上我们的 speed。好，我们速度多少嘛？好，我们就把这个下一次的位置呢加上一个速度，好，就是我们下一次的命令目标位置。好 ，to byte 让它从 command data 转换成这个 U8 的 RxPDO。好，U8 RxPDO 会主要是放在 PDO 交换的时候再去用的。好 ，i 加加，好，这样就是进了1步了。然后我们总共要做1万步。好，就这样子一直做。好，那有一种情况，如果说 FIFO 已经快要被我塞满了，好，就到下面的 else 了。如果 FIFO 已经快要被我塞满，那我这时候就只做读。好，我就不写了嘛，因为我 FIFO 快被我烧满，我只要看现在状态是什么了。好，那我就只负责读。那读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读回来的 TXPDO 转换成 response data。好，这种资料格式。那因为 FIFO 已经有很多笔命令了，所以我有空去做一些显示。好，做一些显示，所以我就可以去做一些显示。我现在时间是多少啊？我 FIFO count 被我塞到多少了？那 CRC error count 有多少？好，我的回传值是什么？我目前的位置是什么？好，这边做一些显示，然后就是可能会比较耗时间的一些事情。因为当 FIFO 如果没有满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做写命令的事情嘛。好，因为我们很怕 FIFO 空掉了。如果 FIFO 空的话，代表我的命令会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好，因为当 FIFO 空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片会送出跟上次相同的资料，就保持原值。好，那这时候呢，当我下一个周期的位置跟这个周期是一样的，表示我速度是0嘛。好，这时候速度就会有很大的波动，马达容易动。所以我们非常必要的是，我们要避免 FIFO 空掉。好，那有
print 这些资料，显示这些资料，表示我们 FIFO 是满的，好，是我们会比较安心。而且既然 FIFO 是满的，表示我们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做一些比较耗时的事情，例如显示，例如写档案，好，这些事情都可以在 else 里面去做。好，这个10000字做完以后呢，我们就显示最后 finish 啊，结束了。那它的一些参数我们把它显示出来。好，这个就是 CSP。好，那之后呢 server of 跟操作从 OP 到 init close system， 好，这跟我们之前的范例每个范例都是类似的。好，我们这边就不做说明了。最后一个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drive IO 的这个范例来说明多种不同类型的重站放在同一个网络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去做操作。这个 drive IO 的这个范例呢，我们接了2个重站。第一个重站呢是驱动器的重站，是马达驱动器的重站。第二个重站呢是一般单纯只有 IO 的重站。好，那在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在 PDO define 点 CS 这边去定义这个 R PDO 跟 T PDO 的资料结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所有的重站依照他们配置的 PDO 把它去写在这边。好，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16位元的 control wall， 有一个32位元的 target position， 好，那还有一个16位元的 output， 好，那以及 T PDO 里面有一个16位元的 status wall， 32位元的 current position， 以及16位元的 input status 和 input。好，那这些就是我目前接的所有重站的 RxPDO 的配置。好，那一样就是这边资料大小一定要跟实际上面server传来的资料大一样。好，那后面的名称呢，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好，那回到我们主程式这边来看的话呢，我们的 init 这边的程式的写法呢，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好，只是我们在后面做这个设定 PDO 的时候呢，是只有针对 driver 0，好，就是第一站啊 step 0，好，它是一个 driver 台去设定它的 PDO。那 IO 重站的话，基本上不需要去设定 PDO， 好，所以 IO 重站就不用，就跳过这个步骤。好，那这边一样，我们去做确认，它的资料大小是不是跟我们刚刚的我们定义的这个资料结构的资料大小是一致的。好，那在做这个 driver 402的 SM， 好，这边的话也是只能针对 step 0的这个驱动器重站来去做执行。好，那其他的相关步骤呢都一样。好，做完设定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切到 OP。好，切到 OP， 那切到 OP 以后呢，一样我们可以去做 SDO 的读写。好，这是 SDO， 因为只有 step 0，好，这个驱动器重站是COE 装置，可以进行 SDO。那 IO 装置就没有办法透过 SDO 去做读写。好，如果它不是一个 COE 装置的话，好，所以这边也是只能透过SDO 去写那个 step 0。好，接着一样，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PDO 资料交换呢，得到我们目前的位置，而且把目前的位置呢写到 command data target 1，就是驱动器重站的目标位置。好，为了不要让马达一进入设放以后呢，就跑一个很大的值，好，转动很快，所以我们这边做了这件事情。好，接着设放，好，一样，我们只针对第0。好，也是第一个马达，我们这个马达第一个马达去进行设放。好，那再来的话，在周期性资料交换的时候呢，那前面的这个加减数或者是它的命令呢，是跟我们刚刚的CSP模式呢是一样的。好，那你就是在 command data 里面，如果你是针对 output 去做变化的话，它直接就会对应到第2个 IO 重站。如果你 command data 是对 command data 里面去对 speed target 1去加等于4，就是针对第1个重站，也就是驱动器重站，它进行命令的变化。好，所以我们资料交换呢都是透过 command data， 也是刚刚我们的 RxPDO 的里面所设定的数值来去做填写。好，那填写完就一样，我们都是透过 EK 的 PDO FIFO data change， 然后把它传给 staff。好，一样，如果 FIFO 快满的话，我们可以去做显示，或者是做一些休息，啊，就是不要让 FIFO 塞满了，这样就好了。好，那最后 server off 跟 close 那是一样的。好，所以这边只是在讲说，如果你今天是有很多个不同类型的重站，
那你当然就是这个 RxPTO 跟 TxPTO，你要稍微花点时间去了解每一个总站它的 RxPTO 或 TxPTO 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如果类型相同的话，也可以透过像阵列的方式来去写，好，这些都是 OK 的。好，那这边做好以后呢，再来就是有一些前面一些设定呢是只能针对驱动器总站的，好，那不能够针对 I/O 总站的，好，这边就要去做一些分别。好，那再来的话就基本上操作就会跟其他的分类是一模一样的了。好，那我们这支影片的讲解呢，我们就到这边为止。好，谢谢各位。